我本是一名退役的边境特种兵，在被仇家追击途中，意外重生到80年代。原主和发小合伙开了一家山货铺，一年进山50多次，每次都是9死1生。年底分红时，他却因烂赌欠了一屁股债跑路了，连未过门的妻子都没带。他留下字据，把这间山货铺都抵给了我，当做今年的分红。这哪里是分红，明明是把我当成了挡箭牌，妥妥的冤大头。今天林婉再不还钱，你们就给我把他的铺子砸了，听到没有？好，给我砸门！林婉，别藏了！你下好的赌博欠了我们这么多钱，赶紧还钱！林婉瘫坐在满是灰尘的地上，双手无力地抱着膝盖，眼眶通红，泪水止不住地滑落，满脸都是崩溃与绝望。他们要冲进来了！破旧的木门终于承受不住，被一脚踹开。带头的恶霸张麻子带着一群人冲进屋里，他一眼就盯上了角落里的林婉，满脸淫邪的凑了。老板跑了，这小娘们反正也没跟他扯证，不如就当利息。弟兄们，把他给我扛走抵债！住手！我一个箭步上前，将林婉死死护在身后，眼神如刀般盯着张麻子。钱大川把铺子抵给了我，他欠的债我扛了。我身上那股杀气硬生生把张麻子震慑住，他咽了口唾沫，勉强咬了咬牙。给我3个月时间，哪怕砸锅卖铁，我也绝对分文不少的还清。你说3个月就3个月，空口无凭，给我打欠条！我走到破旧的柜台前，大笔一挥，按下了鲜红的手印。张麻子拿着欠条带人散去，铺子里又回归了死一般的寂静。林婉看着我手里那张欠条，嘴唇颤抖，露出一丝绝望的苦笑。10几万，咱们就算把命卖了也还不清。我盯着纸上那个刺眼的红手印，钱大川造的孽，如今全砸在我头上。80年代的10几万，对普通人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靠这破铺子里积灰的山货，卖到下辈子也凑不齐零头。我看着这天崩的开局，正头疼该如何搞钱，脑海中突然传来一阵强烈的刺痛。我抬手掐住眉心，狠揉几下，睁开眼，异变陡生。我的眼前凭空出现了一道闪烁着金色光芒的全息情报面板。今日10到12时。东山老林沟有罕见山货出没，预估价值2颗星。我缓缓睁开眼睛，瞳孔骤然放大，喃喃自语道：“赶山情报系统，上辈子的专属福利终于到账了。”系统给的这行字信息量极大，连时间和具体方位都标得明明白白。2星价值的罕见山宝，天无绝人之路。这10几万的债又着落了。我迅速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刚好9点。从镇上跑去老林沟，抄近路也得大半个钟头，加上搜山耗时，时间卡得死紧。这买卖晚去1秒可就没了。现在去应该还赶得上。我转身走向角落，麻利地拿起铁锹、柴刀和一个破背篓，动作行云流水。林婉爬起身，死死拽住我的袖口，眼泪把她脸颊冲出2道白印，她胸口剧烈起伏，音腔全破了。你拿这些干嘛？你是不是也要学钱大川，丢下我跑路？跑路我也犯不上背个破筐跑。我没多废话，双手插入他的腋下，抱住他身子，把他扶了起来，顺手拍掉他衣摆上的蛛网和灰土。跟我去老林沟，那里有能让我们翻身的底牌。他瞥见我后腰的柴刀，脸色煞白。老林沟，不行。那里面全是野猪和熊瞎子，除了赶山队，没人敢去。咱们去就是白送命。我反手握住他的小手，给了他一个自信的眼神，不容拒绝地说：“跟紧我，姓钱的把你当累赘丢了，我带你去山里把这烂账平了。真要遇上熊瞎子，我拿这身肉给他塞牙缝，你跑你的。”不管他同不同意，我拉着他直奔门外。阳光洒在通往深山的土路上，林婉背着个小竹筐跟在我身后，满脸狐疑。你连门都没出，怎么知道老林沟里有东西？我嘴角勾起一抹神秘的微笑。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走到深山岔路口，我们撞上了同村的赶山队队长赵大虎，他穿着一身翻毛皮袄，看着我和林婉，眉头紧锁，眼神中透着一股轻蔑。哟，这不是那个被钱大川当枪使的倒霉蛋吗？哼，带着个累赘进深山，怎么？被逼债逼得想上山寻死啊！他身后的赶山队成员爆发出一阵哄笑，赵大虎冷笑一声，拿烟袋锅敲了敲鞋底。再往前走就是老林沟了，那地方我们赶山队都不敢轻易进。
想进去发财，老子劝你省点力气，免得死在里头没人收尸。借光，我肩膀一沉，硬生生撞开赵大虎，拉着林婉往老林沟走去。被撞了个踉跄的赵大虎在后头直骂：“不知好歹的愣头青！”我牵着林婉越往上走，树林越密，头顶的日头被枝叶切割的斑驳陆离。林婉的呼吸越来越乱，手心里满是细汗。要不咱们回吧？赵大虎好歹是赶山队队长，他都说没货了，咱们来一趟也是白跑。队长算个屁！跟紧我，别掉队。视线中，全息面板的金色坐标死死锁定前方，一棵3人合抱粗的黑松突兀地扎在缓坡上，树干布满岁月砍啄的裂纹。到了。我放下背包，顺手从腰后抽出一根鹿骨签子。我在松树根底下的苔藓堆旁双膝落地，林婉看着我跟拜天地一样跪着，懵了。你要干嘛？跪下。啊！林婉傻在原地，我拽过她的胳膊往下一带。想把债还清就按我说的做。林婉膝盖点地，裤腿蹭上几道泥印子。数一下，几片叶子？我挪开半个身子，把空出的位置让给她。林婉探过头，悬在半空的手指来回比划。1、2、5、6片。对，6品叶，这可是极品。我拔出蛙身特制的鹿骨签子，斜插进苔藓层。有了它，咱们的债就有希望了。刚准备动手，林婉突然凑上前，一把抓住了我的衣角。她眼眶微微泛红，眼神里却透着补平日里少见的倔强。少安，这10几万的债说到底也有我的份儿，这次能不能让我来挖，也算我出一份力。看着他的模样，我心头不禁一软。这女人虽然娇弱，但骨子里却不是个只知道依附别人的金丝雀。行，听你的。我将她拉到身前，让她半蹲在土坑前，随后我单膝跪在地上，从身后环贴着她，宽大的手掌包裹住她那双握着签子的手。挖松是个精细活，断了一根神须，价钱就得折掉一大半。因为贴得极近，我明显感觉到怀里的娇躯因为紧张微微发颤。我微微低头，凑在她的耳畔轻声指导：“别慌，身子放软，顺着我的力道来。”说话时，温热的气息拂过他的耳廓和脖颈，他的耳根瞬间染上了一抹娇羞的绯红。林婉紧张地点了点头，任由我掌控着他的小手。先用骨签顺着身须方向苏土，看到须根就停，往旁边挖。在我的手把手引导下，鹿骨签子犹如艺术家的刻刀，将周围的泥土一点点剥离。遇到硬土就往边上挑。几分钟后，泥土彻底被清空，老林里藏了上百年的物件终于露了全貌。长颅头，锦皮细纹，身须四面八方散开，毫无破损。林婉惊骇地捂住了嘴巴，美眸瞪得溜圆。我将老山参从泥土中捧出。6品叶，纯正的百年野山参。 80年代初，一株全须全乙的6品叶送到县里的山货铺，能让人抢破脑袋。我把野山参用红布包好，塞进背篓。一阵浓烈的腥风突然从背后的灌木丛中扑面而来，手腕粗的树枝被生生撞断，一头重达300斤的独眼黑毛野猪，正红着眼睛死死盯着我。在这个年代的深山里，饿疯了的野猪比老虎还要凶残10倍。跑！我一把抓住林婉的手腕，拉着她朝侧面的斜坡狂奔。野猪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如同一辆失控的推土机在后面疯狂追击。就在我们穿过一片洼地时，林婉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她脚下一滑，整个人直接踩进了一处覆盖着落叶的泥沼中。泥潭里的吸力大得惊人，林婉越挣扎，下陷得越快。转眼间，泥水已经没过了她的腰际。林婉绝望地哭喊着，眼底满是恐惧。少安，救我！ 而此时，野猪已经锁定了泥沼中的林婉，亮出锋利的獠牙，猛地发起了致命冲锋。畜生找死！我目眦欲裂，特种兵在的杀气忽然爆发。我迎着几百斤的野猪王狂奔而上，在即将相撞的瞬间，我右脚猛蹬地面，整个身体如同一张拉杆向侧边急线倾斜。擦着野猪锋利的獠牙，我手中的柴刀化作一道白芒，借着野猪冲锋的惯性，精准无误地切进了它的脖颈大动脉，顺势猛地一拉，鲜血如喷泉般喷涌而出。野猪发出一声惨烈的嚎叫，庞大的身躯由于惯性向前栽倒，在泥地上犁出一条深深的沟壑，最终在距离泥沼仅有1米的地方抽搐了几下，彻底断了气。我喘着粗气，顾不上手背的血痕，反手将开山刀剁在旁边的树干上，趴在泥沼边缘，将强壮的手臂伸向林婉。婉儿，抓紧我，千万别松手！我手臂肌肉高高隆起，青筋暴突，伴随着一声怒吼，硬生生将深陷泥沼的林婉拽了出来。林婉浑身是泥，吓得浑身发抖，她扑进我怀里，死死搂住我的脖子。没事了，有我在，
阎王爷也带不走你。我轻轻拍着他颤抖的后背，声音低沉却有着安抚一切的力量。林婉趴在我宽阔的胸膛上，那一刻，他眼中的恐惧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依赖。安抚好林婉后，我带着这株极品野山参，牵着林婉的手回家换了衣服，然后朝县城最大的山货黑市走去。刚走到市场门口，就碰到了赵大虎。他看到我背篓干瘪，仰头大笑。我就说吧，你们两个废物能挖到什么宝贝儿？他的话还没说完，我冷笑一声，掀开了背篓里的红布。赵大虎的笑声戛然而止，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满脸极度震撼。6品叶，百年野山参，这是掏了山神爷的窝！我没有搭理赵大虎，转身带着林婉径直走进了最气派的一家门面胡记山货店。店老板是个留着8字胡的中年男人，他拿着放大镜看到我放在柜台上的野山参时，眼底明显闪过一抹极度的狂热，但抬起头时却故意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我还当是什么神仙宝贝，小兄弟，这参看着大，但是炉头太嫩，也就是个20-30年的原参。看你们从大山里来一趟也不容易，这样吧，我发个善心，500块钱我收了。林婉一听，激动的眼睛都亮了。500块！在平均工资30块钱的80年代，500块对他来说已经是一笔想都不敢想的巨额。他下意识地扯了扯我的袖子，示意我见好就收。我却冷笑一声，一把将野山参重新包好，塞回包里。这老狐狸真把我当成没见过世面的泥腿子了。胡老板，我双手撑在柜台上，眼神如刀般盯着他。铁线炉、珍珠疙瘩、6品叶，这是最纯正的百年极品野山参，500块。你连根须子都买不走！被我当面戳穿，胡老板恼羞成怒，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穷乡僻壤出来的泥腿子，别给脸不要脸！在这黑市，我说他是几年，他就是几年，你信不信我让你走不出这条街？给我上！随着他一声吆喝，后院里立马冲出来几个拿着棍棒的伙计，将我和林婉围了起来。林婉吓得脸色惨白，死死抓着我的胳膊。就在我眼神一寒，准备动手教训这群地头蛇时，一道极其冰冷的女人声音从店门外传了进来。我看你这店是不想开了吧？随着高跟鞋踩在青石板上的清脆声响，县城里一手遮天的女首富秦岚，在4个黑衣保镖的簇拥下走了进来。胡老三，我看你这店是不想开了吧？刚才还嚣张跋扈的胡老板，一看到秦岚，吓得双腿一软，脸上的横肉疯狂颤抖，连忙点头哈腰的迎了上去。兰姐，您怎么来了？我就是吓唬吓唬他。秦岚没有理他，径直走到我面前，吐出一口烟圈，只是随意瞥了一眼我手里的野山参。他那双月饱无数的眼睛瞳孔瞬间凝固，下一秒，他掐灭烟头，眼中爆发出极度的惊喜，大手一挥，这品相绝了，参林过百，炉头紧实，须子全护。胡老三，这能是原参？秦岚转头看向我，伸出手，语气里满是结交的诚意。小兄弟，这株百年极品野山参，1万块钱，我要了。成交。我握住了秦岚的手，干脆应下。瘫在地上的胡老板直呼什么？周围围观的人更是发出倒吸凉气的惊呼声。1万块！1万块，这是一笔真真正正的巨款。秦岚让手下拿出一沓厚厚的大团结，直接递给我，并递上一张名片。以后有这种极品好货，直接来找我，价格随便开。谁敢压你的价，就是跟我秦岚过不去。我接过钱和名片，放进帆布包里，转身看向旁边的林婉，她眼眶通红，连呼吸的节奏都乱。我抽出一沓大团结，直接塞进她手里。拿去零花，不够还有。林婉被这沓钞票烫了手，连话都说不利索。少安，这太多了，咱真的发财了！随着系统面板再次闪烁出金光，一条只有我能看到的淡蓝色光幕弹了出来。夜间19到21时，西沟溪流区有极品林蛙群出没，预估价值3星。这才哪儿到哪儿。我反手握住他的手腕往外走，压低声线：回家先吃口热饭，今晚别睡太死，咱们继续进山。我深吸一口气，特种兵的血液在体内沸腾。我要让这大山成为我取之不尽的私人金库。夜晚，溪沟的溪水冰凉刺骨，但我却像是个不知疲倦的机器。我和林婉两人顺着系统的精准爆点，一抓一个准，足足抓了3大麻袋的极品野生林蛙。清晨的雾气还没散透，我带着林婉用3轮车载着3大麻袋的活物，径直停在蓝记商行门前。秦岚正站在台阶上点烟，看到我跳下车，她捏着火柴的手停在半空。秦岚甩灭火柴，高跟鞋踩着青石板走近。小兄弟，这大清早的又掏着什么奸货了？我解开草绳，把麻袋口往下翻着，2只通体带着黑褐色斑纹、肚皮泛黄的活物跳到地上。秦岚刚吸进嘴的烟卡在嗓子里，连着咳了好几声。她顾不得呛，2步跨上前，伸手捏起一只地上的林蛙。
全是满油的母蛤蟆，你小子是掏了西沟老林子里的百年蛤蟆窝吧？我顺手把另外2个麻袋也敞开口子。3个袋子，300斤出头。秦岚蹲在麻袋边，双手快速扒拉着那些鲜活的灵蛙，全是顶好的母蛙，没掺一只公的。平时端着架子的县城女首富，这会儿连袖口沾上了泥点子都顾不上。秦岚站直身子，拍掉手里的泥。别人按两收，我按斤，120块1斤，连麻袋一起上秤。302斤。林婉听到120块1斤，双腿发软，顺势靠在车架上。她嘴唇哆嗦着，2只手在半空胡乱比划算账。秦岚大步走进堂屋，没一会儿提着个黑色皮包出来，拉链拉开，里面全是绑着白纸条的10元面值大团结。算你300斤整，36000块。秦岚把钞票一沓一沓往外拿，直接在木桌上摞起来，整整36块。全新的钞票油墨味混在冷空气里，散发着诱人的味道。这年头，工人干1个月才30块钱。桌上这堆钞票够在县城买下半条街的铺面。林婉盯着那座钱山，连气都不会喘了。她双手死死攥着我的衣角，指甲掐进了我腰间的布料里，勒得我肉疼。我抄起帆布包，把大团结一捆捆往里扔，头都没抬。兰姐爽快，下次有奸货还来找你。秦岚抱着胳膊，紧紧盯着我装钱的动作，吐出一口细长的烟雾。小兄弟，我这店日夜开门，只要你有贞洁的好货，就算你把整座大山搬空，我也吃得下。回村的土路上，林婉死死抱着那个装钱的帆布包，小脸因为激动而通红。少安，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咱们的债有希望了。哈哈哈，这点钱算什么？跟着我，好日子在后头呢。正说着，前面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发动机轰鸣声。只见村口的大榕树下，赶山队队长赵大虎正坐在一辆军绿色吉普引擎盖上。他今天特意换上了一件黑皮夹克，周围围满了眼热的村民。看见我骑着3轮，赵大虎立刻从吉普车上跳了下来。哟，你俩不在家里躲债，还敢出门呢？看看，老子刚买的2手吉普，山里路难走，没这大铁王八，光靠2条腿能走多远？就你那破3轮，吃老子的尾气都不配！林婉气得胸口起伏，刚想上前理论，我一把将他拉到身后。我嘴角勾起冷笑，瞥了他一眼。买个破车嘚瑟什么？大山里比的是眼力，比的是胆识。车再大，挖不到宝就是一堆废铁。行，老子今天就跟着你进山，看你这破3轮能拉回什么好货！我没理会赵大虎的挑衅，意念清点，系统面板在面前展开。4星情报：黑瞎子岭东南坡，高价值活物，警告。极度危险，4星。前2天掏的蛤蟆窝，系统评价才给他3星。这黑瞎子岭的物件真要掏出来，能买下他10辆吉普车。抓紧车帮！我脚下发力，破3轮的链条嘎吱作响，载着林婉顺着村道一头扎进进山的线路，直奔黑瞎子岭。赵大虎开着那台2手吉普追在后面，引擎轰鸣声刺耳，排气管喷着黑烟，通往黑瞎子岭的陈年伐木全是半米深的炮弹坑和烂树根。3轮车车身窄，轮胎压着水沟沿的硬土，轻巧地绕过大坑。赵大虎那吉普车可遭了殃，底盘宽避无可避，左轱辘刚陷进泥坑，底盘就结结实实磕在老树桩上，传出一连串金属碎响。一个不留神，吉普车宽大的车轮陷进泥坑里，在泥坑里疯狂打滑，甩起老高的黑泥浆，底盘结结实实架在老树桩上，任凭发动机怎么嘶吼，车身愣是原地打滑进退。少安，赵大虎下车踹轮胎了，轱辘全冒白烟了。这4轮壳子在县城能横着走，进了老林子连个3轮车都不如。我头也没回，让他自己玩去吧。我站直身子，攥紧车把，弓起脊背，转滚！车轮直接碾过一个高耸的土坎，车厢脱离地面悬空了片刻，重重砸回实地。林婉惊呼一声，双手顺势环紧我的腰。等我们一口气冲上坡子，再回头往下看，那台2手吉普早被甩在好几道山湾外，连个铁皮影子都瞧不见了。原始林区里的天气全凭老天爷心情。我们前脚刚越过2道山梁，天光就暗了下去，乌云如墨般压了下来。林婉搂着我的腰，手指越收越紧，狂风呼啸，树木被吹得剧烈摇晃。紧接着，一场100年难遇的特大暴雨倾盆而下。我低头瞥向脚下，原本干枯的浅水沟，流水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浑发黄。不好，要发泥石流了！我身为边境特种兵的直觉瞬间拉响警报。我把3轮车推进几块大岩石的死角，一把背起林婉，踩着泥泞的山路，拼命向高处的岩壁狂奔。到达安全的高地时，下方山谷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滚滚泥石流如同黑色的狂龙，咆哮着冲刷而下。所过之处，碗口粗的树木瞬间被连根拔起，视线穿透水幕。对岸断崖边，几百吨泥浆被一块凸起的巨大屋檐强行劈开，岩石尖端卡着棵老枯树，一个穿红色冲锋衣的女孩双手死命抠着烂树根，大半截身子悬挂在外摇晃，下方落差20多米，全是深不见底的泥潭。
10几米外的安全平地上瘫坐着个女人。救命！谁来救救我妹妹？系统面板在我眼角跳动，外形4星情报的金光盖在了穿红冲锋衣的女孩身上。高价值活物，省城中家2小姐。我放下凌婉，眼神如刀，在这儿等着，别动。少安，雨太大了，躲石头后面，闭上眼数30个数，我就回来。我掰开他的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从帆布包里取出登山绳，将一头拴在粗壮的松树上，打了个受力极佳的8字结，随即把剩余绳段绕在腰际，打结扣死，安全主锁。我往后倒退3步，双腿弯曲，压低重心。别去！在凌婉惊恐的尖叫声中，我猛地冲出悬崖，借助绳索的摆荡，如同一只黑色的雨燕，在狂风暴雨中完成了一个极限飞渡。枯树发出令人牙酸的动静，烂树根不堪重，却彻底崩落。千钧一发之际，我一把搂住了他的腰，腰部肌肉骤然发力，硬生生借着绳索的拉力，带着他荡回了安全的岩壁。凌婉跑过来，一把抱住我。少安，你吓死我了！暴雨渐渐停歇，阳光重新撕裂云层，两女抱在一起痛哭流涕。随后，哭泣的女人转过身，向我深深的鞠了一躬，眼角跳出系统结算页面4星活物评级的金字亮的扎眼。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雕刻着图腾的纯金牌子。恩人，我叫钟楚楚，是省城钟家大小姐，谢谢你救了我妹妹。这物件您收下，往后在这片地界有任何麻烦都可以来找我。您的大恩大德，小女子没齿难忘。我接过金牌，掂量着这压手的分量，这块成色极佳的老金，起码能换3台吉普车。我摆了摆手，深山遇险，举手之劳，你们赶紧下山吧。老林子发山红不讲理，这里还不安全。打发了千恩万谢的钟家姐妹后，我脑海中的系统又爆发出了刺眼的金光。就在泥石流冲刷过后的那片塌方斜坡上，暴雨洗刷掉了一层厚厚的泥土，大自然的宝藏直接暴露了出来。林婉，干活了！我拉着凌婉冲了过去，在一处倒塌的百年古松根部，我小心翼翼地挖出了一株散发着幽光的极品紫灵芝。更疯狂的是，沿着那片湿润的松针林，密密麻麻一片，全是极品野生松茸，如同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我和凌婉挖到双手发软，把麻袋装得满满当当，直到3轮车再也塞不下。天色擦黑，村口那棵大榕树下挤满了几10号村民围成铁桶，空地正中心停着一辆掉漆的2手吉普。赵大虎敞着皮夹克，单脚踩在车踏板上，脚边一字排开6个长口的编织袋，袋子里全是寻常针膜。看到了吗？这就是实力！外围几个赶山人看得直咽唾沫。300多斤针膜，能卖200块钱呢！我的老天爷，200块钱够买一头大肥猪了！大虎，你这是发大财了啊！生锈链条的干涩声从土路后方传来，我把重心全压在车把上，站直身子，死命踩着踏板。3轮车的轮胎在砂石路上碾出一道深沟。凌婉在车尾弓着背，使出全身力气往前推。抽着旱烟的老李头回过头，扯开嗓子吼了一声：“少安回来啦！”看客们自觉往两边撤开一条过道。赵大虎一看是我，立刻大声嘲笑：“哟，哈哈哈哈哈！进无人区转悠一整天。”就搂了几麻袋破柴火。我停下脚步，冷漠地看着他，直接一把掀开了板车上的帆布。一个老采药人瞪大了眼睛：“老天爷，这全是极品松茸，这得有小1000斤吧？”刚才还吹捧赵大虎的村民们瞬间倒吸一口凉气。什么？1000斤极品松茸？赵大虎额头渗出冷汗，脸色比吃了死苍蝇还难看。他颤抖着指着那堆松茸：“不可能！就算有松茸，也值不了几个钱。”哦，是吗？我冷笑一声，从板车最里层端出一个被泥土包裹的东西。当那株硕大、泛着幽光的紫灵芝暴露在众人面前时，极品紫灵芝，100年难遇的极品紫灵芝，这一株加上那车松茸，起码能卖大几万，甚至10万啊！能在省城买台套楼了。赵大虎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一栋楼，他一天挖出了1栋楼。破败的山货铺里灯火通明。少安，我们真的做到了。这钱不仅能还清那畜生留下的债，还能剩下一大笔。凌婉看向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深深的依恋和崇拜。我笑着捏了捏她的脸蛋，这就满足了。今天只是运气好，碰上了泥石流冲刷，让咱们捡到宝了。话音刚落，特殊情报：黑森林腹地濒危灵兽出没，解救将获大山之主恩赐，价值3个问号。我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瞳孔微缩，价值3个问号。这是我重生以来遇到过最高级别的隐藏神级情报。婉儿，把门锁死，任何人来都别开。我进趟山，天亮前回来。我拿起那把浸过血的特种军刀，没等凌婉反应，直接消失在茫茫的夜色里。黑森林，村里老一辈猎人都不敢涉足的禁区。借着惨白的月光，我如同一头夜行的猎豹，悄无声息地在密林中穿梭。刚深入腹地，我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血腥味。
前方灌木丛中，一头体型庞大的成年雪豹正痛苦的低声咆哮，它的右前爪被一个重型捕兽夹死死咬住，深可见骨。而在雪豹周围，2头鳄绿了眼的野狼正流着口水，试图趁火打劫。找死！我眼神一冷，各种兵的杀气突然爆发。我拔出军刀，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出灌木丛，一脚踹翻一头野狼，反手一刀，干脆利落地抹了另一头野狼的脖子。被踹飞的野狼夹着尾巴呜咽着逃入了黑暗。我收起刀，缓缓走向那头戒备心极强的雪豹。我没有靠近，只是将随身携带的止血草药捣碎，慢慢推了过去，然后蹲下身，眼神平静地看着它。也许是感受到我没有敌意，雪豹并没有表露杀意。我帮它撬开了捕兽夹，并敷上了草药。就在我转身准备离开时，那头雪豹突然发出一声低鸣，它一瘸一拐地走到一棵枯木下，用爪子刨开落叶，嘴里叼起一颗拳头大小、散发着幽蓝光芒的奇异石头，放在了我的脚下。我刚想伸手去触碰那颗石头，刹那间，石头化作一道蓝色的流光，钻入我的掌心，一阵难以忍受的灼热感游走全身，我疼得昏死过去。不知过了多久，当我再次睁开眼时，周围漆黑的森林在我的眼中竟如同白昼般清晰。不仅如此，我感觉浑身的肌肉充满了力量，五官感知更是提升了数十倍，极限夜视，超强体能，这就是大山之主的恩赐。我握紧拳头，狂喜的仰天长啸。我想试试这恩赐的力量，超凡体能加上精确爆点，仅仅半天，我简直犹如蝗虫过境。返程时还没走到山货铺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阵阵嘈杂的叫嚣声。五官感知提升后，200米外的动静全落进耳朵里。一个缺口瓷盆砸出窗外，碎瓷片飞溅。姓李那小子肯定拿着钱跑路了，今天必须拿这小娘们抵债。张麻子那帮催债的恶霸正在铺子里大肆喝彩。少安没跑，他马上就回来了。林婉吓得躲在柜台后瑟瑟发抖，年久失修的木门被我一脚踹飞。我大喝一声：“谁敢动他一根头发，我废了谁！”张麻子吓得打了个哆嗦，却依旧扯着嗓门叫嚣：“李少安，少在这装横，欠债还钱！今天交不出票子，别怪兄弟们不讲情面！”少安！林婉跑过来，抓着我的衣摆，我反手拍了拍他的手背，把肩上刚挖的10几斤詹妮天麻，外加一只大竹鼠卸下。在张麻子震惊的目光中，我冷笑着解开腰间的破帆布包，拉链打开，自己数。张麻子疑惑地打开拉链，10几万崭新的大团结在阳光下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张麻子吓得连退3步。这些钱真是你赚的？点清你的10万锦溪。李哥，误会，刚才兄弟们没收住手，不用数，您说10万就是10万。带上钱，领着你的人滚出去！张麻子双手捧着那沓借据欠条，规规矩矩递到我面前。张麻子抱着10万块连连鞠躬，一句废话没敢多放，领着那几个喽啰挤出门框，头也不回的跑没影。铺子里重归清静。林婉拿来扫帚，默默清扫地上的碎瓷片。我弯腰把倒塌的陈年货架重新扶正。院墙外传来小卖部刘叔的破嗓门：“邓文，村口长途。”我拍掉手背的泥屑，走出铺子，来到村口，拿起那部满是包浆的红色摇把座机，听筒里传出清越的女声：“恩人，我是钟楚楚，为感谢您上次在深山救了我妹妹，明晚我在北郊玉皇岭私人猎场设宴，请务必赏光。”对方姿态放得很低，搁在以往，我这种靠山吃山的泥腿子，跟省城权贵圈八竿子打不着。眼下的情况却有了本质区别，大山之主赋予的能耐，客观上需要更大的施展空间。要想过上安稳的好日子，光窝在小县城里倒腾这点山货远远不够。带着结交权贵、扩宽人脉的野心，我独自一人来到了那片占地广阔的豪华私人猎场。猎场内，一群衣着光鲜的省城富二代正聚在一起攀比狩猎成果。一个留着中分头、戴着金丝眼镜的富少看到我一身粗布衣服，顿时发出刺耳的嘲笑。钟小姐，您怎么请了个深山里挖土的泥腿子来参加高端猎会？这不拉低咱们的档次吗？周围顿时爆发出一阵呼啸，我双手抱胸，面无表情地看着这群跳梁小丑。就在这时，猎场深处的防护网突然被撞破，一头重达400多斤、獠牙外翻的野猪王，双眼通红地朝着人群横冲直撞过来。救命啊！刚才还趾高气昂的富少们瞬间吓得屁滚尿流，四散奔逃。救命啊！中分头富少更是脚下一软，直接瘫倒在野猪王冲锋的路径上，连滚带爬往烧烤架底下钻。钟楚楚也吓呆在了原地，眼看就要被野猪王撞飞。
一群废物！我冷哼一声，身体如猎豹般窜出，凭借着山宝强化的极限体能，我迎着野猪王狂奔而去。在即将相撞的瞬间，我一个滑铲避开獠牙，手中那把粗糙的开山刀精准无误地捅进了野猪王柔软腹部，顺势一拉，400多斤的巨兽轰然倒地，鲜血狂喷，全场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用看怪物般的眼神看着我。我从容不迫地拔出开山刀，走到野猪王尸体前，一刀劈开他腹部一个鼓起的硬块，一颗散发着奇异香气的黑色珠子滚落出来。钟大小姐见多识广。这是传说中百年难遇的极品野猪麝药，价值连城啊！我捏着那颗麝香，嘴角勾起一抹狂放的笑容。拿着这颗麝香换来的天价巨款，我转身去了省城的重型机械厂。老板，那辆退役的6驱重卡，开个价。地中海老板打量着我，咧嘴笑。兄弟，这可是厂里淘汰下来的蚩尤老虎，全钢板打造。你买二手拖拉机在隔壁街。废话真多，点钱。我把帆布包灌在引擎盖上，老板干咽一口唾沫。哎呦，您上车，车钥匙都在这儿。拉开厚重的铁皮车门，手握粗粝的方向盘。靠山吃山，不能光凭肉体凡胎。这台6驱重卡才是我挺进10万大山的王牌通行证。属于我李少安的大赶山时代正式到来了。那辆宛如钢铁巨兽般的6驱重卡开回村里时，整个村子都沸腾，引擎发出沉闷的低吼，6个比人还高的越野轮胎碾压后隐隐而出，霸气的不可一世。林婉坐在宽大的副驾驶上，兴奋地抓着安全带，眼里全是掩饰不住的自豪。有这大家伙，东边那片连马车都进不去的死亡谷，咱们也能腾平了。我一拍方向盘，看着系统刚刷新的4星情报，直接一脚油门踩到了。重卡在崎岖的山道上如履平地，但开了没多久，我便捕捉到了一丝异样。后视镜里，几百米外的弯道处，一辆军绿色的2手吉普车和2辆破皮卡正鬼鬼祟祟地跟着我。是赵大虎的赶山队，他们想干什么？眼红了，想抢现成的呗。赶山这行当，谁找到了宝地，那绝对是捂得死死的。这群杂碎是看我这几天赚疯了，想跟在屁股后面摘桃子。咱们快点甩掉他们！大山可不是他家后院，想跟，那就让他们把车留下。我眼神一寒，将重型卡车开进了一处浓密的灌木丛中，熄火隐蔽。锁好车门。我让林婉锁好车门，自己则如幽灵般滑入茂密的原始丛林。不到10分钟，赵大虎的车队就在前方不远处的泥泞洼地里减速。李少安的车那么大，赵大虎站在吉普车旁骂骂咧咧。怎么一转眼就没影了？他在明，我在暗，特种兵的丛林游击战术在这一刻展现的淋漓尽致。我借着树冠的掩护，悄无声息地摸到了他们最后面的那辆皮卡旁。我拔出军刀，精准无比地挑断了3辆车的化油器油管，顺手将一把湿泥沙塞进了他们的发动机进气口。做完这一切，我像个没事人一样，重新潜回了重型卡车。当我发动重卡大摇大摆地从另一条小道离开时，身后隐隐传来了赵大虎车队发动失败的异响和破口大骂。在这野兽出没、寸步难行的原始深山里，车辆抛锚，够这群王八蛋喝一壶的。摆脱了苍蝇，我按图索骥，终于来到了系统标注的坐标。眼前是一片罕见的高海拔雪线草甸，拨开伪装的冰雪，底下竟然密密麻麻的长满了极品冬虫夏草，全都是头七草，肉头这么厚。林婉看着遍地的野黄金，激动的连呼吸都停止。我和他足足挖了5个小时，将2大麻袋极品冬虫夏草装上车。按照秦岚那边的收购价，这最少能卖出70-80万的惊天巨宝。当晚，我们在山货铺的后院里清点着一堆堆的钞票。林婉笑得像个吃了蜜的孩子。突然，山货铺的木门被砸开。李少安，你个狗杂种，给我滚出来！门外，赵大虎浑身是泥，衣服破烂不堪，脸上还带着被荆棘划出的血印子，活像个恶鬼。林婉吓得尖叫一声，死死抱住我。老子在深山老林里困了一整天，差点被狼叼了去，你敢阴我？今天你不拿出10万的精神损失费，我就把你这店砸了，再把这女人卖到黑煤阳去，给我废了她！赵大虎一声令下，几个拿着铁棍的混混怒吼着冲了上来。找死！我眼中杀机毕露，将林婉护在身后，不退反进。一个混混当头一棍砸来，我侧身闪过，一记擒拿手锁住他的手腕。紧接着，我夺过铁棍，如同猛虎下山冲入羊群，招招毙命，拳拳到肉，没有任何多余的花架，完全是一击必杀的军体格斗术。不到1分钟，冲在最前面的7-8个混混全躺在地上哀嚎打滚，鲜血溅了一地。我一步步走向已经吓得双腿打颤的赵大虎，一脚重重地踹在他的膝盖上，咔嚓！赵大虎跪倒在地，发出杀猪般的惨叫，捂着断裂的小腿，冷汗狂流。
你敢打我？我表哥可是县城黑道大哥张龙，手下几百号兄弟。赵大虎疼得五官扭曲，依然疯狂地叫嚣着：“张龙是吧？”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从口袋里掏出大哥大，直接拨通了县城女首富秦岚的私人号码。兰姐，有个叫赵大虎的，说是张龙的手下，现在踹了我家门，要杀我全家。少安老弟，你可是我最看重的合作伙伴。你把电话开免提。我把大哥大凑到赵大虎耳边，不到半分钟，赵大虎腰间的对讲机发了疯似的响了起来。赵大虎，你个没脑子的，你他妈敢惹兰姐的贵人！兰姐刚发话了，明天就停掉我所有工程，让我在县城混不下去。你他娘的，赶紧给李爷磕头，他不原谅你，老子今晚就派人去剁了你！哈哒，对讲机掉在地上，赵大虎面如死灰，心理防线彻底崩塌。李爷，我错了。我瞎了狗眼，求求您把我当个屁，放了吧！带着你的人滚！再敢踏进我山货铺半步，我要你的命！少安，他们毕竟是黑道的，我们以后……婉儿，时代变了，记住，再凶的恶狼，在资本和人脉面前，也只是一条低头吃肉的狗，而我们就是那个手握着肉的主人。清晨，重卡发出野兽般的咆哮，碾过碎石，停在了一处名叫断魂崖的险峰下。这里常年云雾缭绕，崖壁陡峭如刀削。林婉抬头看着高耸入云的崖壁，咽了口唾沫。少安，就在这上面。极品野生岩耳长在悬崖峭壁的阴湿处，这玩意儿在南方大城市能卖出天价。我一边往身上绑特种攀岩绳，一边把另一端系在林婉腰上。跟紧我，踩着我踩过的地方。在山宝的体能加持下，我带着林婉犹如壁虎般在崖壁上攀爬。果然，在距离地面70-80米的崖缝里，密密麻麻的长满了一簇簇犹如黑木耳般的极品岩耳。林婉眼睛一亮，这么多！小心脚下！我厉声提醒。然而话音刚落，林婉脚下那块常年被水浸泡的青苔岩石突然碎裂，林婉瞬间失去平衡，整个人尖叫着向后仰倒，直坠向万丈深渊。我的神经反射拉到极致，双腿猛地一蹬崖壁，整个人扑了出去。在半空中，我一把死死攥住了林婉的手腕，另一只手的手指如同钢钉一般，硬生生抠进了坚硬的岩缝里，手指的鲜血瞬间染红了岩石。少安，林婉悬在半空，看着我滴血的手，吓得脸色煞白。我咬紧牙关，腰部猛然发力，硬生生单臂将他拽回了安全的崖坪上。我顾不上手上的伤，严厉的大吼：“记住，钱再好也没命重要。咱们是来这10万大山里发钱的，不是来拿命换钱的。”林婉哭着扑进我怀里，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贪了。下山途中，穿过一片原始针叶林石，一声凄厉凄惨的熊吼声打破了宁静。我抽出身后的开山刀，循声摸了过去，只见一头胸口长着白毛的成年母黑熊正痛苦地在地上翻滚，它身下流出大滩的血迹，显然是难产。林婉吓得连连后退，我却感受到体内那颗山宝在隐隐发热。那次救雪豹后获得的大自然亲和感，让我明白这头猛兽此刻没有任何攻击性，只有绝望的哀求。别怕，我来帮你。我放下柴刀，赤手空拳走向母熊。母熊喘着粗气，巨大的熊掌竟然温顺地搭在了我的膝盖上，发出一声哀鸣。我深吸一口气，利用前世在野外生存学到的兽医知识，双手探入黑熊腹部，顺着胎位用力一拽，伴随着一大包羊水涌出，一头浑身湿漉漉的黑熊幼崽被我成功拽了出来。小黑熊发出稚嫩的叫声，母黑熊激动地舔舐着幼崽。少安，你居然徒手给黑熊接生，你简直就是山神下凡！林婉看我的眼神里已经充满了近乎盲目的崇拜。解决了黑熊危机，我意识到重型卡车要想进入更深处的无人区，光靠我的系统爆点不够，系统只能告诉我宝藏在哪。但是大自然的多变性是系统预测不了，我必须得找一个熟悉深山地形的向导。隔壁村的老马曾经是这片大山里最出名的猎王，可惜前几年借高利贷包山林种植失败，赔了个倾家荡产，现在被高利贷逼得像条丧家之犬。我带着林婉推开了老马家破败的院门，老马正蹲在院子里，满脸沧桑，抽着旱烟斗。马叔，你是大山里的活地图，我买了辆重卡，缺个向导，跟我干吧。后生，进大山深处可不是过家家，会死人的。再说了，我身上背着几万块的高利贷，你雇我不怕惹麻烦？底薪200，外加每次收益的2%。高利贷要是敢来，我替你摆平。这条件，整个县城只有我能给得起。老马拿烟斗的手猛地一颤，死死盯着我看了足足1分钟，随后猛地把烟斗在鞋底敲灭，咬牙站了起来。行，只要你不嫌弃，我老马这条命以后就卖给你了。
第二天，重卡轰鸣着驶入了大山最深处的黑风。老马跳下车，抓起一把泥土闻了闻。少安，这地方是一片死地，土质太酸，连个毒蘑菇都长不出来。凭我30年的经验，这底下绝对是空壳子，别白费力气了。我看了一眼4星情报，极品黑松露群，价值巨高。我走到老马指的那片死地前，把铁锹往地上一插。谁说没有？马叔，我说这底下有黄金就一定有。开挖！老马无奈地叹了口气，不情不愿地挥动了镐头，一镐头下去，翻开厚厚的黑土，嘎哒，清脆的一声闷响。老马疑惑地蹲下身，用手扒开泥土。当他看清土里的东西时，眼珠子猛地一突，整个人如同遭了雷击一般僵在原地。那是一颗拳头大小、外表布满黑色鳞片状纹路的疙瘩，切开一点，里面散发出极其浓郁的独特香气。这是传说中的黑猪猴，外国人都叫它黑松露，不可能！死地里怎么可能长出这种神仙玩意儿？别愣着，下面全是。我淡淡的说道。接下来的3个小时，老马和林婉就像疯了一样疯狂挖掘。这片几百平米的死地下，竟然密密麻麻长满了极品黑松露，足足挖出了1000多斤。在80年代，这种极品黑松露是天价出口。1斤能卖上100块。当我们把这1000多斤黑松露拉回县城，交给秦岚联系的南方出口商时，对方直接开出了50万的天价。清算完货款的那个晚上，在山货铺的后院，我拿出1万块钱现金，直接拍在老马面前。马叔，这是你的分成。老马看着那一摞崭新的钞票，扑通一声，这个在深山里和虎豹搏杀都不曾弯腰的硬汉，竟直挺挺的给我跪下了。少安，不，东家，我老马今天服了，彻底服了。从今往后，您指哪儿我打哪儿，谁敢动您，我老马先活劈了他！随着我的名气越来越大，我们山货铺在县城彻底站稳了脚跟。这天傍晚，山货铺破旧的木门被人怯生生地敲响。我推开门，门外站着3个衣衫褴褛的汉子，带头的是我远房的广坤叔，身后跟着他的双胞胎儿子大鹏和小鹏。少安啊，村里的化肥厂倒闭了，我们爷仨实在揭不开锅了。听说你现在买了卡车，赚了大钱，能不能给我们口饭吃？我看了一眼大鹏和小鹏，2个小伙子虽然瘦，但眼神里透着股憨直的倔强。在这个年代，落井下石的多，雪中送炭的少。广坤叔，您这叫什么话？自家兄弟有我李少安一口干饭，就绝不让你们喝稀粥。大鹏、小鹏，从明天起上我的车。少安哥，我们听说你一天能赚几十万，真的假的呀？瞎打听什么？跟着我赚大钱是迟早的事儿。但我这是军事化管理，上了山就得把命交给我，不听指挥偷奸耍滑的，别怪我厉少安六亲不认。少安哥放心，刀山火海，我们兄弟绝不皱一下眉头。次日清晨，5星神级情报，倒计时30分钟，深山黑龙洞地下暗河将有绝世山宝现世，价值5星。只有30分钟倒计时，我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好，抓起手电筒和军刀，开上一辆3轮摩托，像疯了一样朝着后山黑龙洞狂飙。黑龙洞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天然溶洞，里面连通着冰冷刺骨的地下暗河。我一头扎进溶洞，踩着湿滑的钟乳石狂奔。倒计时还剩最后1分钟时，我来到了暗河边。清澈的地下水中，一团犹如小牛犊般大小、通体雪白的奇异物体正随着水流缓缓漂浮。太岁是活着的千年肉灵芝。我纵身跃入刺骨暗河中，山包给予我的超强体魄抗住了冰寒。我潜入水中，死死抱住那团巨物，奋力游上岸。回到铺子，我把这团巨物放在磅秤上，指针直接飙到了惊人的45斤。45斤！在80年代，普通人连饭都吃不饱。这种传说中能延年益寿的千年太岁，在顶级权贵眼里，那就是买命的神药。这种级别的奇珍，县城的秦岚根本吃不下。我想起了口袋里那块金牌，直接走到村口的姚把子电话前，拨通了省城钟家的号码。钟小姐，我手里有一块45斤的极品活太岁。钟楚楚在电话那头倒吸了一口凉气，不知道钟家有没有兴趣看一眼？恩人，您下午直接来省城，我让我爸亲自见您。下午，省城最豪华的国营大饭店，顶层绝密包厢，钟家的掌舵人，省城商界巨头钟老爷子，穿着一身中山装端坐在主位上。他并没有急着看太岁，而是上下打量着我这个穿着粗布衣服的乡下年轻人。少安啊，听我女儿说你身手了得，但我钟某人是个商人。最近正逢改革，南边经济特区闹得沸沸扬扬，不知道你对这局势怎么看啊？钟老，不要看南边，要看大势。未来的10年是商品经济冲破计划经济牢笼的10年。第一波红利在倒卖物资的倒戈，但真正的财阀将诞生在即将放开的房地产和基础制造业。谁现在敢砸钱囤地盘，10年后谁就是省城的天。这等眼界和格局，你绝非池中之物。少安，看货吧。
我解开包裹，当那块散发着奇异生机，甚至还在微微蠕动的千年太岁展现在桌上时，钟老看到后眼睛瞪大。割肉进水，遇水不腐，反生心机，这是真真正正的极品千年太岁呀！钟老眼神狂热，一拍桌子：“少安，现在市面上黄金50块一克，我按黄金的3倍价格收你的太岁，一共108万，怎么样？108万，在1983年，连万元户都能上报纸头条。108万，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一方首富。我表面稳如泰山，毫不犹豫地点头。钟老爽快，成交。从省城带着108万的巨款回到县城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砸下重金对那辆6驱重卡进行了一次特种兵级的暴力改装，底盘加高，加装重型防撞保险杠，车头配置了10吨级的工业钾盘，车顶更是焊死了一整排8盏1000瓦级别的高压探照灯，一切准备就绪。我带着林婉、老马、大鹏和小鹏，驾驶着这头钢铁巨兽，轰鸣着撞开了长白山脉最深处，被当地人称为人类禁区的原始针叶林。随着重卡碾碎横木，深入这片从未有人涉足的境地。检测到未收录新山脉，赶山情报系统开始万级升级，预计需要15小时。听到提示，我嘴角微微上扬，没想到这金手指居然还能随着探索地图进化。当晚，我们在原始森林的空地上安营扎寨。第二天清晨，我在重卡的驾驶舱里醒来，脑海中如约闪烁起璀璨的金光。系统升级完毕，赶山情报系统2.0版已开启。我激动地打开面板，只见光幕上除了常规的坐标，还多了一个闪烁着漩涡的融合炉。我随手点开2条毫无价值的异星情报，扔进了融合炉里。一条全新的高阶情报赫然跳出：恭喜融合成功，获得3星情报。今夜此时，黑桦林深处将有极品飞龙鸟群聚集。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可是传说中专门进贡给皇帝吃的极品山珍啊！这下发了，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得闯。夜幕降临，原始森林里伸手不见五指，四周不时传来野狼和黑熊的嚎叫。我将重型卡车开进黑桦林中央，看准时机，猛地按下仪表盘上的一排红色按钮，车顶的8盏1000瓦高压探照灯瞬间起升。漆黑如墨的原始森林在这一刻竟然亮如白昼，那些原本极难捕捉的极品飞龙被这股强光全部照晕。大鹏、小鹏，超王，老马，快装弹！我一声令下，众人拿着特制的长柄大网钩，在雪亮的光柱下疯狂挥舞。一网下去，7、8只肥硕的飞龙鸟就在网里扑腾。哈哈哈！我的老天爷！我老马打了一辈子猎，从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啊！老马激动得满脸通红，手法麻利地将飞龙鸟塞进麻袋。短短几个小时，后车厢里已经堆满了4、5个鼓鼓囊囊的巨大麻袋。就在我们沉浸在丰收的狂喜中时，在车厢后整理猎物的大鹏突然发出一声惊骇的叫声：“我操，这啥玩意儿！”只见在装满飞龙鸟的麻袋夹缝中，一条足有小臂粗、通体枯叶色、三角形脑袋的毒蛇正高昂着头，红色的信子丝丝作响。是土蝮蛇。当地人叫土球子，沾上一点毒液，神仙难救。怕啥？我以前在田里经常抓水蛇。立刻给老子滚开！往后退！大鹏被我吓得一哆嗦，本能的往后摔倒。就在他倒下的瞬间，土蝮蛇如闪电般弹射而出，锋利的毒牙堪堪擦着大鹏的头皮掠过，喷出几滴毒液。老马眼疾手快，抄起一把平底铁铲，在半空中狠狠一拍，啪的一声将土蝮蛇拦腰拍飞出车厢外。大山里到处都是吃人的鬼门关，你那点自以为是，只会害死整个车队。我最后说一遍，在我的车队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再敢擅作主张不听指挥，立刻给我滚回村里种地！铁血的训斥在寂静的森林里回荡。大鹏瘫坐在地上，就连一旁的老马和小鹏也被震慑的大气都不敢出。他们终于明白，这支能日进斗金的车队靠的不是运气，而是眼前这个男人绝对的铁血劲。处理完毒蛇危机，我们正准备稍作休息，脑海中的系统面板突然发出极其刺眼的红色高光。今天发现东北角3公里处检测到未知的5星神物残片坐标，注：残片价值超越一切单体物产。我呼吸猛地一滞5星碎片。顺着坐标，我们连夜驱车抵达了一处深不见底的陨石天坑边缘。借着探照灯的光芒往下看，倒吸凉气的声音此起彼伏。天坑底部的向阳坡上，竟然长满了连绵数亩的极品野生刺老芽和罕见的血红松塔。这里的土壤中似乎蕴含着某种特殊的矿物质，使得这些原本普通的山珍长得极其巨大，色泽鲜红如血。这就是5星碎片的半生意象。在80年代的出口市场上，这种变异的极品野生红松子和刺老芽，全都是按克计价出口国外的顶级货。发财了！全挖走，一根都别留！因为数量实在太恐怖，当我们用10吨级的工业绞盘，试图将装满几吨重松果和刺老芽的巨型货往从天坑底部吊上卡车时，沉重的负荷让绞盘的钢板发出了令人牙酸的嘣嘣断裂声。老板，不行了，货太重，电机冒烟了，绞盘要断了！老马焦急的大喊。
停止！我毫不犹豫地下令，如果绞盘报废，我们不仅这批货拉不上来，甚至可能被困死在无人区。我脱下外套，露出精壮的肌肉，把一根粗大的麻绳直接绑在肩膀上。绞盘不能用，就用人扛，就是累吐血，今天也得把这几万斤的黄金塞进车厢里。在我的带领下，所有人咬碎了牙关，背着几十斤重的麻袋，在陡峭的天坑和卡车之间来回攀爬。当我们将最后一麻袋红松土塞进重卡车厢时，所有人都累得直接瘫软在泥地上。林婉心疼地用手帕擦着我头上的汗水，眼里却闪烁着激动到极致的光芒。我看着被塞得连车门都快关不上的重型卡车后车厢，靠在轮胎上，发出了酣畅淋漓的狂笑。因为我知道，这满满一车的极品山珍，只要开出这座大山，将在整个县城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财富风暴。当几万斤的极品山珍全部塞进6驱重型卡车里时，我们几个人已经累得像烂泥一样瘫倒在车轮旁。老板，咱们这是把大山的全部珍宝给刨了吧？老马喘着粗气，看着被撑得快要变形的金属车厢，眼神里满是不可置信。我走过去，从背包里拿出一打绑着红绳的大团结，在手里拍了拍。这趟大家都拼了命，等回了县城，除了你们应得的提成，每人额外再发1000块奖金。这辈子我都死心塌地跟着你干！我脑海中的系统面板突然变成了刺眼的血红色。极度危险警告：特大深红与泥石流已在黑桦林上游形成，预计30分钟后将彻底吞没当前峡谷，生还率0%，请立即撤离。天色骤暗，远处的深山里传来了一阵沉闷如雷的轰隆隆巨响，我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上车！全部上车！泥石流要来了！我神经紧绷到了极点。宋家，听这动静是百年不遇的大山凶啊！不能走大路了，咱们得往左边的高地开，去那里躲避。左边高地那是等死，山体一滑坡，全都得被活埋。我双手死死握住方向盘，双眼赤火，一把将油门踩到，伴随着重卡发动机狂暴的轰鸣声，唯一的生物是向东冲上那条绝壁盘山的。老马吓得魂飞魄散，死死抓住车门把手，前世在战火中淬炼出的极限驾驶技术，在这一刻展现的淋漓尽致。钢铁巨兽在山道上疯狂咆哮，身后的山谷中，黑色的泥石流如同狂龙，拔起参天大水，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我们疯狂追击。泥水甚至已经溅到了重卡后车厢。林婉和小鹏他们在车厢里发出狂浪。我双手快速打着方向盘，6驱重卡硬生生在狭窄湿滑的绝壁边缘完成了一个极其凶险的极限漂移，轮胎的外侧几乎已经悬空在悬崖之外，碎石簌簌向深渊坠落。给我过去！重卡如同跃出水面的巨鲸，在泥石流将绝壁道彻底冲破前1秒，硬生生冲上了安全的山脊大路。当我们身后的山谷彻底被泥石流填平，我一脚踩下刹车，浑身已经被冷汗湿透。老马惊魂未定地看着我，仿佛在看一个能预知生死的战神。2天后，县城最大的山货批发市场，看着车挺大，谁知道里面装了什么破烂？这几天大山里暴雨，我就不信他们能拉什么好东西出来。一个穿着灰衬衫的同行双手抱胸，满脸不屑的冷笑。就在这时，秦岚带着他的车队，足足10几辆解放牌大卡车，浩浩荡荡的开进了市场。少安老弟，听说你又弄到好东西了。秦岚叼着烟，满面春风的走过来，我没有废话，直接转身走到车尾，拉开了重卡的后车厢门。当那几万斤色泽血红的极品红松子、鲜嫩无比的刺老卡，以及成麻袋的极品飞龙鸟展现在所有人面前时，整个市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刚才还嘴硬的那个灰衬衫同行，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眼珠子都快瞪裂了。这不可能！就算是把长白山刮地3体，也不可能弄出这么多极品山珍啊！这是神仙吗？秦岚深深的吸了一口烟，好小子，你简直是去山神爷的宝库里进货了！这些东西我全包了，马上上秤。兰姐，您在县城的实力没得说，但这批货，您的胃口恐怕吃不下。我看着这几万斤的极品山珍，并没有立刻答应。秦岚眉头一皱，一辆挂着省城通行牌照的黑色桑塔纳轿车按着喇叭，缓缓驶入了尘土飞扬的县城批发市场。车门推开，戴着墨镜的省城钟家大小姐钟楚楚踩着高跟鞋走了下来，整个嘈杂的市场瞬间安静下来。楚楚，你怎么亲自来了？我有些意外。钟楚楚摘下墨镜，那双高傲清冷的眸子在看向我时却变成如水的柔情。她踩着高跟鞋快步走到我面前，毫不掩饰眼底的倾慕。少安，你说要去深山，我担心的好几个晚上没睡好。一接到你下山的电话，我爸直接批了公司的车，让我带着专员赶过来了。秦岚看到钟楚楚，脸色一变。作为生意人，她怎么可能不认识省城只手遮天的钟氏集团长女？钟大小姐，您这是？秦岚，县城的规矩我懂，
少安是你的合伙人，这批货的过路费我钟家照付，但这批极品飞龙鸟和红松子是准备直接走海关出口的特供级别，我们钟家名下的外贸公司全权接受了。听到出口外贸4个字，市场里刚才还眼红的同行们，此刻连嫉妒的心思都没了，只剩下仰望。在80年代，能和外贸出口挂钩的，那是天王老子才能做的买卖。钟楚楚身后的保镖打开密码箱，里面不仅有成捆的大团结，竟然还有厚厚的一叠外汇券。少安，我爸说了，这批货给你算336万，除此之外，他在省城给你留了中氏贸易公司30%的干股。他说，省城的舞台很大，希望你早点过去。我接过箱子，淡淡一笑，替我谢谢钟老。省城，我自然会去，但还不是现在。处理完交接，我转头看向一直默默站在重卡旁边，双手绞着衣角的林婉。今天林婉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花布衫，相比于一身名牌风衣的钟楚楚，她就像一株不起眼的野柏。看到钟楚楚对我毫不掩饰的好感，她的眼神里闪过一丝自卑和危机感，微微低下了头。我走到林婉身边，当着钟楚楚和整个市场所有人的面，极其自然地揽住了她那盈盈一握的纤腰。介绍一下，这是林婉，我们山货铺的管账老板娘。没有她陪我出生入死，我可弄不回这一车黄金。林婉猛地抬起头，呆呆地看着我，眼眶瞬间红了，所有的不安在这一刻烟消云散。钟楚楚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僵，她聪明绝顶，自然听懂了我这番话里的分量和站位。但作为大家闺秀，她并没有失态，反而大方地走上前，主动握住了林婉粗糙的手。林姐姐，以后少安在省城的生意还得麻烦您多帮着他打理了。过几天来省城，我陪您去逛逛友谊商店。在这个县城破败的市场里，省城千金的青睐，小家碧玉的死心塌地，以及那堆积如山的财富，彻底奠定了我不可撼动的王者地位。傍晚，破旧的山货铺内，336万！这个数字犹如一颗核弹在院子里炸开。老马、大鹏和小鹏直接傻，大鹏甚至狠狠扇了自己一巴掌，以为是在做梦。我微微一笑，拿过账本，开始当场分钱。老马，你的提成加上奖金，一共是6万8千块。大鹏、小鹏，你们每人3万4。当一摞摞沉甸甸的崭新大团结塞进他们手里时，东家，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3个月后，省城最繁华的商业街，一栋挂着少安国际贸易集团金字招牌的3层洋楼前，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在这个许多人还在为温饱发愁的1983年，我已经将军用6区重卡车队扩建到了30辆，彻底垄断了整个北方极品山珍的出口供应链。我穿着一身笔挺的定制西装，胸前别着红花，身旁林婉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大红色旗袍，盘着精致的发髻。当初那个在破铺子里哭泣的娇弱女人，如今已经蜕变成了雍容华贵的总裁夫人。省城巨头钟老爷子、大千金钟楚楚、县城女首富秦岚等一众大佬，全都亲自到场为我剪彩祝福。少安哥，吉时已到，准备剪彩了。老马穿着一身崭新的黑西服，虽然脸上的褶子还在，但腰杆挺得笔直。就在我拿起金剪刀准备剪断红绸的瞬间，人群外围突然传来一阵极其不和谐的骚动。让我进去，我是他男人，婉儿。一个衣衫褴褛、头发犹如鸡窝般的乞丐，拼命推开人群，连滚带爬地朝着大门扑了过来。我目光一凛，转头看去，当看清那张满是污垢的脸时，我身旁的林婉浑身一颤，下意识地抓紧了我的手臂。这乞丐不是别人，正是当初黑掉我的分红、卷钱跑路，并且把林婉抛弃的人钱大川。把这疯子给我扔出去！别打我，婉儿，少安！钱大川趴在地上，死命的扬起头。他在外面这3个月，不仅把钱输了个精光，还被高利贷打断了3根肋骨，一路要饭逃到了省城。今天他本想在开业典礼上讨点剩饭，却怎么也没想到，站在高台上那个被省城无数大佬簇拥的男人，竟然是被他坑过的发小李少安，而那个美艳不可方物的贵妇，竟是被他抛弃的林婉。钱大川的肠子都快毁烂了，他声泪俱下的在地上疯狂磕头。婉儿，我错了，我当初是被猪油蒙了心才丢下你，我们可是指腹为婚的呀！你现在这么有钱，给我一口饭吃吗？少安，铺子我不要了，求你给我一条活路啊！钱大川，你把我抛弃的那天起，我们之间的恩怨就已经清了。林婉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眼神里只剩下极度的厌恶和冷漠。我现在是李少安的妻子。听到这句话，我嘴角勾起一抹笑意。听见了吗？我老婆心善，留你一条狗命，但你千不该万不该，今天来弄脏我的红毯。我眼神冷酷如冰，对大鹏打了个手势，交给执法局，就说他诈骗10几万货款，是个潜逃的通缉犯。
下半辈子让他去西北挖煤吧。不，少安、婉儿，你们不能这么对我！在钱大川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中，他被安保像拖死狗一样拖出了商业界。这个小插曲，连让我眉头皱一下的资格都没有。少安，时辰到了。大千金钟楚楚站在一旁，眼底带着释然的笑意，递上了金剪刀。我深吸一口气，握住林婉的手，两人一起将红绸剪断。漫天的彩色礼花在省城的上空绽放，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声将我们包围。我紧紧握着林婉的手，抬头望向湛蓝的天空。